什么样的玩家适合抽希诺宁？抽还是把原石都给火神？二命要不要抽啊？这些问题看起来都很纠结。那么本期我们从角色的功能到版本安排来分析一下这些问题啊。首先，希诺宁这个角色的定位啊，我觉得是减抗辅助，所以抛开 XP， 抽希诺宁取决于第一，玩家需不需要减抗；第二，玩家需不需要提升减抗的覆盖率。这个就和买房子是一样的，一个是刚需性的住房，一个是改善型的住房。首先刚需型就是玩家手里缺少好操作的减抗增伤角色，比如说钟离、万叶、满命砂糖之类的，都能减抗增伤，无非就是数值高低有区别，操作的复杂程度有区别，覆盖面覆盖率有区别。比如说钟离操作简单，有游戏最全的减抗，就是数值上差了一些，只有 20%。穿盘烟套呢也能增伤，就是减结晶盾的这个操作比较拖拉嘛。万叶和满命砂糖穿风套都能减抗，有增伤，就是持续时间有点难受。所以如果一个玩家这些角色都没有，抽一个希诺宁就有了好用的减抗增伤角色，从无到有的提升，性价比非常高。反之，如果玩家手里有了钟离、万叶这样子的角色，那你不抽其实也无所谓，因为有角色可以用嘛。所以第二类改善型的玩家就是对舒适度有要求的玩家，已经有了增伤减抗的角色，但是用着不舒服，手里都是长轴或者说是持续输出的灵命主 C， 比如说龙王这一类，万叶的风套减抗和自己的增伤呢覆盖不了全程，那抽一个简化队伍的操作流程，提升一下战斗体验，就是为了舒适感去抽的。也有可能是一个后入坑的新玩家，手里打爆发的老体系角色一个都没有，都是须弥之后出的持续输出角色，那么在减抗增伤的辅助上，选择希诺宁其实比万叶的适配度更高，而且可想而知，未来的角色一定是延续了长轴输出的风格，所以呢就属于早买早享受嘛。而在这里呢，我之所以强调灵命，是因为我们会发现啊，在须弥以后出的这些长轴或者说是持续输出的角色，在灵命的时候主推的是持续输出的玩法，但是在命座里通过给数值、给爆发调整一些机制，角色的出伤又加速了。所以说如果抽了命座的玩家会发现，新角色其实是可以和老角色一样去打爆发的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克洛林德、基尼奇在一命和二命上都是去提高数值、增加爆发能力的。所以当玩家的队伍中主 C 有命座，那么万叶和希诺宁在舒适度上的差别就缩小了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你的伤害足够高， buff 的持续时间就不是困扰你的问题，那么这类玩家在抽不抽希诺宁的问题上也有更多的选择。以上这些是从角色功能性出发做的取舍，而从版本安排的角度，想抽希诺宁但是有些纠结，那本质还是原石数量的问题。好消息是在原神后续的安排上， 5.2 没有火神，是恰斯卡和欧洛伦，那就给玩家留出了囤原石的时间，一个版本50抽还是有的，结合自己现有的原石数量和抽卡运势，基本就能推断出 5.3 火神 up 的时候可以攒多少抽。那么根据购买力的不同，就可以有不同的策略。第一种情况就是只够抽一个角色，那么我们用需求理论来说明这个情况。希诺宁属于改善性的选择，而作为版本核心的火神是刚需的选择，所以选择刚需虽然保守，但不会出错。第二种情况就是可以抽2个角色，那么就确保了抽火神的原石之后，用剩下的原石抽希诺宁，有就有，没有就算了，反正角色还是能复刻的嘛。第三种情况就是可以抽2个以上的角色，保守的策略就是希诺宁灵命，然后等火神。那希诺宁的前2个命座，一命呢是机制命座，延长了希诺宁的输出时间、快速移动的时间，提供了额外的抗打断。那这个抗打断效果和灵人的 E 差不多。作为一个常用灵人的玩家，我的感受是，实战还是需要和行秋这样有 0.3 抗打断系数的角色叠加使用，才能实现一个横着走的霸体。二命呢是一个数值命座，除了雷元素能减大招 CD 比较有意思以外，其他主打力大专飞。当然这些加成看起来都很有诱惑力嘛。但是本频道一以贯之的态度就是，数值是一把双刃剑，没有的时候，不够用的时候，有需求很想要，但数值多了就溢出了。在现在这个深渊难度没有变化的时代，溢出的数值就变成了割草，会加速无聊，而且数值的迭代很快嘛，所以这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。数值上限是没有尽头的，玩家的资源是有尽头的，一旦不匹配，欲望就会把爽变成痛苦了。而相对来说，我觉得未知比已知更吸引人，没人敢说火神的命座不会比希诺宁更爽更刺激嘛，所以持币观望对比再做决策是咱们资源有限玩家的一种好习惯。好的，那么看到这里，不知道对各位的烦恼呢有没有一些小帮助？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